很多人听过越南富国岛，却不知道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它不像巴厘岛，也不像冲绳。近10多年来，富国岛陆续新建大型度假村、主题乐园、跨海缆车和新的观光区，也逐渐成为越南最受欢迎的海岛度假地之一。如果你第一次来富国岛，到底有哪些景点值得去？今天就带你一次看懂第一次来富国岛到底该怎么玩。富国岛地理位置有点特别，它虽然属于越南，却远离越南本岛，而更靠近柬埔寨。整座岛南北狭长，主要的观光景点大致可以分为北部、中部和南部。如果是第一次带小朋友来，最常安排的就是北部的珍珠游乐园、珍珠野生动物园以及南部的香岛太阳世界。这3个景点看起来都是大型乐园，但实际内容完全不同。珍珠游乐园是一座综合性主题乐园，除了各种游乐设施外，还有大型水族馆和水上乐园。珍珠野生动物园则以 Safari 和动物互动体验为主。至于南部的香岛太阳世界，最大的特色就是世界最长的跨海3索缆车，以及结合水上乐园、海滩和户外游乐设施的一日游行程。住宿建议可以选择中部的阳东市区，往北约30分钟可以到珍珠乐园和 Safari， 往南40到50分钟则可抵达皇冠小镇和香岛缆车站。接下来就跟着我们实际走过的路线，一个一个来看看吧。第一站，珍珠游乐园到底值不值得安排一整天？首先是位于富国岛北部的 Van Wonders 珍珠游乐园，因为园区里有欧洲街景、城堡、童话人物和大型游乐设施，所以不少游客会把它称为越南迪士尼。不过它和迪士尼并没有直接关系，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富国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主题乐园。珍珠乐园每天上午9点开园，晚上7点30分闭园。如果打算玩完整天，建议一开园就入园。参考官网的票价是成人约95万越南盾，儿童71万，100公分以下免费。详细票价可以参考画面资讯。如果带的是学龄前儿童，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身高。以我们家来说，妹妹很多游乐设施都不能搭，所以最后待最久的反而是室内儿童游戏区和水族馆。整座珍珠游乐园里，我最推荐的就是外形像一只巨大海龟的海王宫水族馆。这座海龟建筑不只是拍照地标，里面是一座规模非常完整的水族馆。官方资料显示，馆内展示超过300种、25万只的海洋生物，是整个珍珠乐园最具代表性的设施之一。除了不同主题的展示区，也有长距离海底隧道，让小朋友钻进水槽中央的观景空间，以及隔着大型水族箱用餐的海底餐厅。另外，每天也有水下表演，有兴趣的话可以先确认当天演出的时间。园区里用餐也不用担心，从越南料理、西式套餐、意大利面、汉堡、炸鸡到国际自助餐都有。如果想看晚上城堡前的 Once 表演，就不能太早离开。官方公布的演出时间是晚上6点45分到7点05分，内容结合投影、水舞、灯光、火焰和现场演出，也正好可以作为一整天行程的结尾。如果只想玩游乐设施和水族馆，下午离开也可以。但如果想把水上乐园、摩天轮和晚上的 Once 表演全部看完，我会建议直接安排一整天。第二个景点是同样位于富国岛北部的 Van Pearl Safari 珍珠野生动物园。整座园区主要分成步行参观的开放式动物园，以及必须搭车进入的半野生 Safari 区。Safari 最大的特色就是游客坐在封闭式巴士里，动物则在外面的区域自由活动，也就是官方宣传的观人放售。巴士本身有冷气，车窗也完全封闭，所以带小朋友搭乘不会太辛苦。沿途可以看到羚羊、梅花鹿、斑马、长颈鹿、犀牛、狮子，
老虎和黑熊等动物。我们搭乘时还遇到几只犀牛直接站在车道中央，导致整台车停在原地。后来工作人员出来慢慢引导，这几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三宝犀牛才终于愿意让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Safari 巴士和我们想象中那种完全开放式的越野车不同，游客主要还是隔着玻璃窗看动物，只有司机可以在特定位置开窗喂食，所以刺激感没有那么强，但对幼儿家庭来说反而比较安全。动物园大约上午9点开园，下午4点闭园，建议安排上午前往，才有充足时间体验 Safari、动物表演和步行园区。另外还有固定时段的祖鲁舞蹈和小小饲养员体验。目前成人票约85万越南盾，儿童65万越南盾。如果珍珠游乐园和野生动物园都想去，也可以考虑购买更划算的联票。订票前可以比较一下不同方案。野生动物园里最受亲子家庭欢迎的区域，应该就是长颈鹿餐厅。餐厅旁就是长颈鹿活动区，可以另外购买饲料，近距离投喂，也是园区最受欢迎的体验。我们的走法是入园之后，先沿着右侧道路走到里面的 Safari 搭车处，搭完车再从深处慢慢往出口方向走，这样可以稍微避开刚入园的人潮，也不用一开始就把体力花在步行区。另外，园区面积较大，加上富国岛天气炎热，建议准备推车、防晒用品和充足的饮用水。如果孩子喜欢动物，想喂长颈鹿或慢慢逛完整个园区，建议预留5到6个小时。如果主要体验 Safari 巴士，3到4个小时也差不多足够。第3个景点是位于富国岛南部的香岛太阳世界。来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从黄昏小镇搭乘缆车前往香岛。这条缆车全长接近8公里，被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长的3线式缆车。每个车厢最多可以搭乘30人，单程大约15分钟，可以一路俯瞰海面、小岛和渔港。很多人来香岛，光是这段跨海缆车就已经非常值得，也是富国岛最具代表性的体验之一。抵达香岛后，除了 Aquatopia 水上乐园，还有 Exotica 游乐区、海滩和各种海上活动。Aquatopia 里有大型水上滑梯、漂流河、造浪池，以及适合年纪较小儿童的戏水区。目前套票通常已包含来回缆车、水上乐园和 Exotica 游乐区，详细票价可以参考官网。不过缆车班次可能因天候或维修调整，出发前最好先确认当天的运营资讯。香岛至少建议安排4到5个小时，如果再加上黄昏小镇拍照和吃午餐，安排一整天最刚好。玩水时建议携带防水手机袋、饮用水和少量现金，会方便很多。搭缆车回到本岛后，还可以顺便逛黄昏小镇。这里以南欧和地中海风格的彩色建筑为主，除了缆车站，还有接吻桥、海洋剧场、餐厅和各种夜间表演。如果时间允许，我会建议把黄昏小镇留到傍晚，不但可以欣赏夕阳，整个小镇点灯后的氛围也完全不同。如果想欣赏夜间表演，也记得先确认当天演出时间。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如果是第一次造访，我会建议至少安排4天3夜。第1天安排珍珠游乐园，第2天前往珍珠野生动物园，第3天搭乘跨海缆车前往香岛，再回到黄昏小镇欣赏夕阳。如果还有第4天，就可以留给饭店设施、夜市、美食，或安排其他海上活动，整个行程会舒服很多。如果你期待的是历史古迹或深度人文旅行，富国岛或许不是最适合的目的地。但如果是亲子旅行，或是想一次体验游乐园、动物园、水上乐园、跨海缆车，再加上海岛度假的氛围，那富国岛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安排一次的地方。希望今天的整理能帮助第一次规划富国岛旅行的你少花一点时间做功课。如果你还想知道富国岛哪些景点，或有其他问题，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下次再见，大家再会。